呢幾年開始咧，有好多女性朋友咧，特別係後生嘅女性朋友，佢就比較推崇桃膠啦。咁有啲商家咧，佢就叫桃膠咧叫做養顏聖品，可以食嘅面膜，平價嘅燕窩。究竟呢個桃膠有冇咁樣嘅美容奇效呢？咁呢個桃膠又有乜嘢禁忌我哋唔食得嘅呢？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呢，我哋嚟講講呢個桃膠啦。咁其實呢，我哋現在呢食用嘅桃膠呢，一般係指桃李等呢啲薔薇科植物樹幹，佢受傷咗之後呢，例如有啲蟲咬呢個樹幹啦，或者係有啲灼傷嘅樹幹啦，或者係有啲真菌感染之後呢，佢分泌出嚟呢啲膠質嘅半透明咁嘅性質嘅樹脂分泌物嚟噶。咁桃膠咧，一般表現為一種咧不規則嘅塊狀類滴狀都有可能嘅。佢嘅大小咧就唔係完全統一規格嘅。佢嘅表面咧，佢有淡黃色啦、黃棕色啦、角質樣啦、半透明啦，加水又有黏性嘅。因為桃膠咧，佢嘅主要嘅成分咧係植物多糖，佢有比較好嘅吸水性，而且呢啲桃膠佢吸水之後咧，佢個體積咧就會發生膨脹嘅。食用之後咧，我哋比較容易會有一啲飽腹感，即係好容易就飽啦。佢會因為我哋有增加飽腹感，所以咧我哋就會減少咗食物嘅攝入到我體內。佢呢個桃膠咧，佢仲可以促進我哋嘅腸道蠕動，佢有一個潤腸通便嘅作用。可能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係呢啲桃膠咧，係咪好似嗰啲商家講，佢究竟有冇膠原蛋白咧？其實咧，對於有好多商家話桃膠含有膠原蛋白，呢啲係完全錯誤嘅。因為桃膠咧佢唔同膠原蛋白。膠原蛋白佢本質上係動物嘅一種蛋白，係構成皮膚、血管同埋我哋骨骼等呢啲動物結締組織嘅主要成分。因此咧，嗰個桃膠咧係唔可能含有膠原蛋白嘅。咁桃膠嘅膠咧，佢主要嘅成分咧就係多糖，其中佢嘅含量咧係達到90%以上噶，係喺所有嘅植物之中咧含得多糖比較高嘅。所以咧，桃膠嘅膠同埋膠原蛋白嘅膠根本就係兩回事。桃膠佢咁多係多糖，佢唔含有我哋膠原蛋白嘅。從古到今，我哋如何理解桃膠嘅藥用價值呢？關於桃膠嘅古籍記載呢，佢有好多嘅。比如我哋嘅古籍《本草綱目》咁啦，佢就對桃膠佢有記載嘅話，佢話桃樹茂盛嗰陣呢，以刀割樹皮，9則有膠液漆採收，以三灰湯浸泡過，曬乾備用。呢就係中醫對桃膠嘅炮製方法。咁清代著名嘅醫生張璐喺佢嘅著作中，呢個《本經縫紉》中，佢就有記載啦。桃樹上膠，最通真液，能夠治血淋、石淋、痘瘡恰陷、必勝膏用之。仲有嘅就係唐代嘅名醫孫思邈喺佢嘅著作《秘笈千金要方》，佢就記載咗桃膠如彈丸大，含之煙津。總之咧，
中醫認為桃膠咧，佢嘅性平味甘苦，佢歸我哋嘅大腸同埋膀胱經，佢擅長和血、通淋、止痢，對於治療一啲石淋啦、血淋啦，我哋經常講嘅痢疾啊、腹痛啊、淤迷尿啊，都有比較好嘅療效嘅。咁從現代醫學嘅角度嚟講啊，桃膠咧，佢個主要成分係 L 阿拉伯糖、D 半乳糖、鼠女糖等呢啲多種嘅單糖嘅複雜聚合物。咁呢啲糖類嘅成分咧，佢會抑制蔗糖吸收嘅。長期使用咧，佢會減少我哋人體血糖嘅升高，仲會抑制我哋身體脂肪嘅堆積嘅。所以咧，佢就減少我哋身體嘅脂肪嘅產生咧。另外咧，呢啲 D 巴半乳糖咧，仲會促進我哋人類一種好重要嘅益生菌，叫做雙歧桿菌嘅生長喎。對於我哋預防便秘咧，其實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本經縫言記載，桃樹上膠，最通真液。咁桃膠咧，佢係可以生津止渴嘅，潤腸通便嘅。對於新陳代謝咧，佢確實有比較好嘅改善嘅作用。另外咧，我哋中國江浙一帶咧，佢哋有將桃膠咧做成一個傳統嘅家常菜嘅習慣嘅。例如咧，桃枝燒肉啦，桃膠煮肉絲啊咁。另外咧，因為桃膠加咗水之後咧，佢會有一定嘅黏性，所以咧，我哋國家咧有啲部分地區咧，佢仲會造成糖水嚟幫我哋防暑降溫嘅。跟下邊謝醫生嚟講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我哋孕婦到底可唔可以食桃膠呢？網絡上咧有孕婦咧禁用桃膠嘅講法，咁謝醫生咧都係建議孕婦謹慎使用桃膠。唐本草中記載咧，桃膠咧佢確係有破血嘅功效。佢雖然藥性係比較溫和嘅，但係咧，如果孕婦咧係早期嘅使用，咁你要慎用喎。因為我哋中醫認為咧，桃膠咧佢係有一個活血化瘀嘅功效，所以咧，如果桃膠用量過度，從中醫理論嘅角度嚟講，佢會增加流產嘅機率，所以咧，我哋係唔建議孕婦食用桃膠嘅。另外咧，謝醫生都提醒大家，好多女性朋友咧，佢中意喺日常生活中咧用桃花嚟浸水飲佢希望咧桃花可以幫佢哋咧美容養顏啦。不過如果係你係食用桃花嘅話咧，都要注意。中醫認為桃花味苦，不宜久服，否則咧易耗傷陰血，損陽氣。咁桃花咧，佢有一個利水通便、活血化瘀嘅功效，佢好容易導致女性朋友飲多咗，佢就容易腹瀉，所以咧佢就唔可以久服嘅。另外咧，孕婦朋友同時都要禁用桃花嘅。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希望呢一期嘅影片咧對大家咧係有啲幫助。